黄曲霉毒素是高级致癌物，它会损害肝脏健康，威胁我们的生命。其实黄曲霉毒素在生活中很常见，你家厨房里的3样东西就可能会滋生黄曲霉毒素，赶紧扔掉吧。1、霉变的食物，很多人家里有一些吃不了的食物。比如土豆、大米、白面等，这些食物放置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发霉，这时就不要吃了，因为发霉的食物很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，如果吃了，很可能会使人中毒，并且还会增加患癌风险。2、发霉的筷子，我们每天都要清洗筷子，但是筷子如果放在潮湿的地方，就容易发霉，产生黄曲霉毒素。如果再继续使用的话，就会让黄曲霉毒素进入体内，给身体造成伤害。3、泡时间长的木耳。木耳是一种很有营养的食物，但是很多人泡木耳时不注意时间，如果泡时间太长，木耳很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，吃了这样的木耳就会使人中毒，危害身体健康。所以为了健康着想，如果你家厨房里有这3样东西，就赶紧扔掉。一共有12条经络，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肺经。肺经和口鼻相连通，又和皮肤有关系，同时呢跟大肠互为表里。如果肺经不通，对身体的影响还挺大的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敲打肺经的方法。敲打肺经的时候，可以将一只手握成空拳，然后沿着前臂小拇指一侧，由肘部到手腕用力的敲打。敲打时会有明显疼痛的地方，这时可以着力的按揉痛点。每天敲打按摩5分钟，这样可以使肺经运行畅通，帮助疏通经络，补足肺气，有很好的养肺护肺的作用。那除此之外还可以重点的按摩一下大鱼际，用手指按摩3到5分钟，感觉有酸胀感，也能够帮助疏通肺经，要坚持按摩。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要少吃两物，可以多喝一水，能够帮助养护血管，稳定血脂哦。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这类食物不仅会刺激肠胃，也会给血管健康带来损伤，从而使得甘油三酯偏高，所以要少吃才行。少吃油炸的食物，油炸食物深受人们的喜爱，但是吃多了也会给健康带来隐患，因为油炸食物含有大量的脂肪和反式脂肪酸，那吃多了就可能会引起甘油三酯升高，对血管健康也不利。不过可以多喝苦荞水，苦荞是粗粮，含有的营养非常丰富，其中含有的芦丁物质可以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促进身体排毒，对降低甘油三酯有帮助。那经常喝一些苦荞水，有助血管健康，血脂稳定哦。甘油三酯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脂类物质，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很可能会使血管堵塞，导致多种心血管疾病。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多注意，平时记住多做2件事。第一，多运动。生命在于运动，如果每天坚持运动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力，对甘油三酯的排出有很大帮助，而且还能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。第二，多喝水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多喝水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经常喝水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帮助身体补充水分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。所以甘油三酯偏高的人养成多喝水的习惯，这样可以让血管更干净健康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除了多做上面这2件事外，还要少吃一种食物，高糖食物。高糖食物中含有大量的糖分，而糖分会在肝脏中转化为甘油三酯，容易导致甘油三酯升高。比如我们平时吃的饼干、蛋糕、各种饮料等，都属于高糖食物，所以应该少吃这类食物。甘油三酯偏高的朋友，如果能做好上面这3件事，能够帮助减少血管堵塞，稳定血脂，对降低血液中甘油三酯含量也大有帮助哦。我们的血脂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，就叫做甘油三酯。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那么也会加大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那甘油三酯高，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？可能会出现脸黄疣、视力模糊、头晕目眩、口角歪斜等情况，所以大家要注意，平时尽量远离3种食物。首先，高盐食物。日常生活中我们吃的腌制类食物都含有很高的盐分，如果经常吃，会增加血管的负担，降低血管的弹性，不仅会使甘油三酯升高，还容易导致血压升高，对健康很不利。
其次是油腻的食物，油腻食物也是很多中老年人爱吃的。那油腻食物是血管的杀手，如果经常吃，会影响到血液循环，使体内堆积毒素和垃圾，也会导致甘油三酯偏高。那最后是动物的内脏，很多人认为动物内脏很有营养，所以就会经常吃。但是对于甘油三酯高的人，动物内脏一定要远离，因为动物内脏中含有很多的胆固醇和脂肪，吃多了也会给血管增加负担，使甘油三酯偏高。上面这3种血管的杀手，希望大家能够忌口，这样对血管健康也有帮助，身体也会感谢。现在很多人喜欢喝酒熬夜，那时间长了就把肝给熬坏了。肝是负责给身体排毒解毒的，如果肝脏不好，那么健康也会受到影响。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清肝去火、养肝护肝。这个动作就是拍打腋窝。首先我们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然后抬起我们的右手，用右手抓住左侧耳朵，再用左手去拍打右侧的腋窝，拍打49下，再换另一侧，用同样的方法拍打49下，拍打力度适中即可。那这样拍打腋窝有排肝毒、降肝火的作用，能帮助养肝护肝，让气色也越来越好了。油炸食物吃多了，经常喝酒，这些可能会导致肝脏受损。那如果肝脏不好呢，身体会出现一些怪象，大家别忽视了。牙龈出血，很多人早上刷牙的时候会出现出血的情况，那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体内缺乏维生素了，或者口腔疾病引起的。若都不是的话，就要警惕，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，要注意养肝护肝了。指甲发黄，正常情况下，手指甲应该是红润、饱满、有光泽的。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那么指甲就会出现发黄的情况，大家要小心。还有一种异常是尿液颜色异常，当早上起床排尿时，尿液颜色变深黄或者是茶色，也说明肝脏受损了。上面这3个异常若都没有，说明肝脏还算健康。想要养肝护肝，平时可以多吃2种食物，香菇和芹菜。香菇中含有丰富的多糖类物质，可以加强机体的免疫力，有很好的保护肝脏作用。而芹菜可以促进肝气循环，舒缓肝郁，对肝脏也有保护。很多人脸上经常会出现一些斑点，其实呢，这可能是肝不好的表现。那么肝不好，我们就要想办法养肝啊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方法，有养肝养颜的作用哦。大家可以常揉腿上的一条筋，那这条筋就是阴陵泉和地基穴的连线。阴陵泉在膝关节内下方凹陷处，而地基穴呢就在阴陵泉下3寸。我们按揉的时候可以将4个手指并拢，然后从阴陵泉往地基穴慢慢的揉，然后再返回来，这样按揉3到5分钟。因为阴陵泉和地基穴都属足太阴脾经，所以呢，这样按揉能够促进气血运行，有健脾的作用，同时还能帮助养肝养颜、疏通经络。所以呢，坚持按摩这个地方，气色也会越来越好。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说到心肝宝贝儿，那看得出来肝脏的重要性。但是呢，生活中的一些行为，有意识的、无意识的，就对肝脏造成了伤害。那想要养肝，可以常喝下面这一种水：蒲公英根水。蒲公英的根有很好的养肝作用，用它泡水喝可以提高肝脏的解毒功能，促进肝脏排毒，帮助肝脏减轻负担。那肝不好的可以经常喝一喝。除了喝蒲公英根水，生活中还要少做2件事哦。1是熬夜。经常熬夜不仅会影响肝脏排毒，还会给肝脏增加负担，影响肝脏健康。所以呢，想要肝脏好，得少熬夜。2少生气，怒伤肝。经常生气呢，会导致肝气郁结，长此以往呢，影响肝脏的健康。所以平时少生气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能帮助养肝护肝哦。有的人总是莫名的发脾气，还失眠、头晕目眩，那么就可能是肝火比较旺了。那肝火旺该怎么降火呢？今天木子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能够帮助清肝去火、健脾养胃哦。这个方法就是按摩章门穴。章门穴呢是肝经的一个穴位，也是脾的募穴，所以肝火旺的人，还有脾胃
不好、食欲差的人都可以按摩这里。我们可以呢曲肘，腋下合上，然后呢肘尖所指的位置就是按压这里啊，会有酸胀感。那我们按摩时可以用敲打的方法，也可以用掌根推，每次5分钟左右，能够疏通肝经、清肝去火、疏肝理气，还有调理脾胃的作用哦。大家可以坚持的做一做。得了，就爸爸这些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